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ason 药剂师。现在 COVID-19 病毒的变种越来越多，所以很多人就问我，注射疫苗到底还有没有效？在这期视频里，我就来为你解答。那首先，我就来解释一下病毒是如何突变的。简单来说，每一次 COVID-19 病毒感染人，都是在人的身体里不断的复制 copy and paste 它自己的基因组。在这个 copy and paste 的过程中呢，就可能会出现胎波，也就是错别字。这个胎波错别字就是我们所谓的基因突变 mutation， 病毒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而变异。当然，大多数基因突变都无关紧要，有些甚至让病毒反而变得更弱。就是怕某些基因突变会增强病毒的传染性或杀伤力，然后往往就是这些比较厉害的变种更容易在人群传播。由于感染的人数一直在加，这样就让病毒有更多的机会再去突变，变异病毒也就越来越多，然后就再去传播，所以这简直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。那提到 COVID-19 变种，就不能不提到全球各个国家都惧怕的四大毒王 Alpha、Beta、Gamma 和 Delta。这四个毒王是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定义需要关注的 COVID-19 变种 Variants of Concern。在世卫组织看来，这些变种之所以需要关注，是因为已经有数据证明它们更加容易传播，病患更严重，住院更长，它们可以躲避免疫系统，而且使现有的检测方法和疫苗的效力都有所降低。首先 Alpha 的变种在2020年9月就开始出现在英国，现在已传播到147个国家。然后是 Beta， 也是2020年5月最早在南非，已扩散到95个国家。过后是 Gamma， 最早在巴西2020年11月发现，已扩散到60亿多个国家。最后是 Delta， 今年5月证实为需要关注的新型变种。其实最早在印度2020年10月就发现了，现在已经有78个国家遭殃。这些变种有哪些可怕的变异呢？Alpha、Beta 和 Gamma 变异的毒株都有一种被称为 N501Y 的突变，而这种突变呢，就能够让病毒更容易入侵细胞，也使病毒更容易传播。那 Beta 和 Gamma 变异的毒株呢，还有一个关键的突变，那就称为 E484K， 可能使病毒能够避开免疫系统的攻击。Delta 的双重变异更加可怕 ，E484Q 和 L452R 导致病毒的传染性和免疫的逃逸能力增强。那现在有这么多变种，我们的疫苗还会有效吗？辛苦研发出来的疫苗就这么白费了吗？别担心，目前对付变种还是有效，但效果没有起初的高。这边我就整合了来自各个疫苗的研究报告来帮你们简单分析一下。若是你们想知道更多更详细，可以点击以下的链接慢慢看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目前马来西亚有的3种疫苗对付这些变种的效果是如何。接下来我所提到的有效率都是指疫苗保护你免于 COVID-19 症状的能力，所以不要混淆哦。那就先来看看辉瑞 mRNA 疫苗，在接种2个剂量后，普遍的有效率是 97%， 对 Alpha 的变种的有效率是 85% 到 93%， Beta 75% 和 Delta 仍然还有 90%。 那至于 AZ 疫苗 AstraZeneca 注射2个剂量后的有效率是 81%， 针对 Alpha 还有 70%。 那至于 Beta 呢，根据南非的一项小型临床试验，初步的研究数据只有 21.9%， 但别太担心。现在呢，牛津大学与 AstraZeneca 公司已经开始在研发出能对抗 Beta 的新疫苗。那还有就是 Delta 还有 60% 的有效率。科兴疫苗 Sinovac 普遍的有效率是 50% 到 91%。对 Alpha 变种呢，根据泰国公共卫生部的报道，有效率在 71% 到 91%。那对于 Beta 和 Delta 跟 Gamma 目前也没有任何公布的数据。Sinovac 官方宣称他们的疫苗对变种依然有效，只是效率会有所降低。他们还说，在完成了2支疫苗注射后，再注射多1支，能够引发针对 Delta 更强、更持久的抗体反应。基本上，目前在市面上的疫苗，比如说还有 Moderna、Johnson、Sinopharm、Sputnik V 等等，在面对 COVID-19 变种病毒都依然有效。
就算新冠病毒再次突变到疫苗完全起不到任何效果时，大家也不用太担心，因为改变这些疫苗，比如 mRNA 疫苗其实并不难，理论上再合成一段能对付变种的 mRNA 就行。那病毒载体疫苗，比如说 AZ， 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一点，但还是可以在实验中编辑和重组疫苗来对付那些变种。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 heterologous prime boost vaccination， 也就是接种2种不同的 COVID-19 疫苗来得到免疫。全球已经开始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临床试验，其中一项研究报告就指出，注射第一支 AZ 加第二支辉瑞疫苗，依然能够100%激活人体的免疫反应，而且还能减少 AZ 所可能造成的血栓风险。这就指明在未来里，我们不一定要注射2支一模一样的疫苗。比如今天如果 Pfizer 疫苗就是辉瑞疫苗缺货，我们也能够用 AZ 或其他的疫苗来补上第二支，所以这样就能够解决目前全球疫苗短缺的问题。所以基于这个重大发现，科学家们就猜测，我们是不是也能够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变种的问题。就比如说目前 AZ 对付 Beta 变种的效果不是很理想，只有 21.9%，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让那些已经完成接种2支 AZ 疫苗的人再注射辉瑞疫苗当做 booster 加强剂，来去弥补 AZ 的缺点，解决那个变种。当然，这还是需要更多的临床试验去研究证实这个方法。目前已经有 Alpha、Beta 和 Delta 变种传播到马来西亚，但幸好还没大规模的传播，所以整体来看，大多数我国感染的病例还都是由普通版本的 COVID-19 病毒造成，所以现有的疫苗呢，还是足够起到保护你的作用。面对变种呢，也依然还是有效果，只是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接种疫苗的进度还不够快。如果跟其他国家比较下，你就可以看出差别了。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疫苗货源比较紧缺，另一方面还是有少部分的人民还在犹豫，迟迟不要注册。在 Facebook、WeChat、WhatsApp 甚至有很多的谣言、假新闻，让人对疫苗产生不必要的恐慌与惧怕。我们一直都在跟时间、病毒比赛跑。如果我们能够早点达到全国88%的人口完成疫苗接种的话，群体免疫就能产生，病毒就很难在人群中传播，病毒突变的机会也就能减少。相反的，如果你还在犹豫要不要注册，像买菜一样去挑选你要的疫苗，那你就是在浪费时间，让病毒有机会继续传播。病毒传播的越广，变异的机会就越大。现在最有效的方法来阻止病毒变异，就是减少全球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例。那怎么去减少感染呢？第一，注射疫苗；第二，戴口罩、勤洗手；第三，遵守 SOP。也许接下来的每一年，我们还需要定期更新疫苗来注射，所以不要再等，不要再选，尽快去接种现有的疫苗，来保护你自己面对现在的情况。别总是去想，万一未来病毒再变异，我现在注射的疫苗没有效怎么办？亲，不要一边担心未来，一边浪费现在，赶快去接种吧。我是 Jason， 你的药剂师，我们下期见。